小丹还活着吗？丁先生，小丹的问题我们稍后再谈。丁先生，我没想到你会这样对待小丹。作为小丹的战友，我对你感到非常的失望，也为小丹那么在乎你而感到不值。欧阳，怎么了？小丹没了。他像平常一样打开音响，开始慢条斯理地摆弄功夫茶具。那种专注的神情，似乎是在做着一件极细致的工作。然而，无论他怎样对抗、舒缓、掩饰，都无济于心头的痛。那是一种心如刀绞、无可忍受、无可抑制的痛。他以为他是明白人，他以为他可以从容达观。过去，他一直以为伤心吐血是文学的夸张描写，而这一刻，他惊异地发现，那不是文人的夸张描写，是没有到那个伤心处。这一刻，似有千万根针刺入心脏，那种像岩浆一样爆发出来的绞痛，撕心裂肺，胸腔哽咽的让人想哭都哭不出来。
丁先生您好，我是古城刑警队的王福田，很抱歉这个时候打扰您。小丹的父亲刚给局里打过电话，说有几句话转达给你，言辞有些过激。没关系，请讲。瑞先生的意思是，他们家不欢迎你，不希望在秦谷县见到你，就是拒绝参加小丹的后事。丁先生，我们只能尊重家属的要求，请你不要去秦谷，避免大家在秦谷发生不愉快。希望你能够理解小丹父亲的心情，也希望你能配合我们的工作。是因为小丹的那个电话吗？是的，瑞先生不能接受你对小丹的态度。行，我不吃。到时候我就躺在你怀里听音乐，听你给我讲天国，讲地狱，我就这样悄悄地死在你怀里。我的坟前开满了细碎的无忘我，在微雨的清晨，你穿过蜿蜒的小路而来，手里拿着一枝花，在我坟前默默伫立着。我就永远活在你心里了。刚才还说去大海，怎么就这么会儿钻地下了？不行，你还得把我撒海里。那你就伫立在海边，你看着无际的大海，落下2滴狼狗的眼泪，然后浪迹天涯，又被一个美女收留。如今，他甚至无法知道我的目的在哪儿，留下的是永生的魂和永恒的美，而我在天国是幸福和无憾的。坦率地说，这是我从警几10年以来
最难启齿的一次发言。在座的各位都知道小丹这个人，家属有什么要求，请讲，我们能办到的将尽力办。人没了，什么都无所谓了。我没要求，也没意见，只求尽快结束这一切，结束这种煎熬。小丹发生在秦谷的善后费用，由古城公安局承担。这个我不能接受，这不是情绪，也不是风格。我的女儿，必须由我来打发。那好，我们同意家属的意见。明天上午9点半，在县殡仪馆进行遗体告别仪式。芮小丹穿警服，佩戴警徽。具体的工作安排由公安局操办。首先，请省厅刑侦处赵政委讲话，然后我代表古城公安局发言。接下来，雷队长致悼词，最后安排芮先生发言。发言就不必了，我也没什么好讲的。就这样。芮叔，我和欧阳作为小丹的朋友，想向您提个问题：小丹会被安置在什么地方？是老家古城，还是上海？小丹跟我回上海。我们以什么样的方式知道小丹的墓志？这个问题，我不想在这个场合回答。芮小丹同志从警6年来，始终工作在一线，立2等功一次，在多次业务考核和技术评比中，均取得优良成绩，圆满地完成了领导交给的各项任务，和同志们及战友相处融洽。我代表我个人，并以古城公安局全体从警人员的名义，向芮小丹同志致以深切的哀悼。我是以同事和朋友的身份来的。我代表古城公安局刑警队全体同志向小丹同志告别。向芮小丹同志遗体3鞠躬。
等一下，小丹不能没穿鞋就走。你去开车，送亚文到县城买双鞋。你光着脚不用跑。行，买38号。我跟瑞叔说几句话。待会儿你们不用租车了，坐我们的车回银川吧。听说你们明天开庭，也真难为你们了。银川到北京的航班下午6点有一趟，你们到了北京还有点时间。瑞叔，您什么时候告诉我们小丹的墓志？如果你承诺丁元英不会来打扰小丹，我安置完了就通知你。我不能。如果是小丹没听丁元英的劝阻，那我无话可说。可事实不是这样，事实是，丁元英连一句担心的话都没说，我都能想象得出来当时小丹的心情。我们有权对小丹的墓地保密，我们有权保护我们感情不受伤害。通缉犯是4名死罪武装暴徒，离县城只有20分钟的路程。任何一个警察都会明白，那是小丹的事。我说的是丁元英。丁元英，他说的话对小丹有没有影响？有多大影响？很大。可他沉默了，我女儿没了，这对一个父亲已经足够了。他失去的只是个女人，他还可以再有第2个、第3个，而我失去的是女儿，不可替换，不可再生。您想保密，那是您的权利。如果您改主意了，请您告诉我。我想说的是，您根本就不了解小丹，而您凭借的仅仅是血缘的权利。中国音响界第一例反不正当竞争案将在北京正式开庭审理。此案由于受到媒体的多方面报道，以及商业伦理和音响价格走势的预测等等，在社会上已经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再加上庭审前传出，伯爵公司将以650万元的高价收购北京格律诗音响有限公司。深圳乐盛公司董事长、中国音响界风云人物林宇峰称败诉及跳楼等等，使本案显得更加扑朔迷离。本台将对审理过程进行现场直播。全体起立，请审判长、审判员出庭。请坐。深圳乐盛音响有限公司起诉北京格律诗音响有限公司不正当竞争一案
现在开庭。被告以违反劳动法、环境保护法和禁止使用童工的相关规定为手段，获得产品低于正常的生产成本，以伪造商品产地的方式，对商品质量做以引人误解的虚假表示。从产品的生产阶段就已经存在着不正当竞争，那么延续到市场的必然是不正当竞争。被告以低于成本价销售以乐圣旗舰套件为主要组件的格力式音箱，势必会使不明真相的消费者误以是乐圣公司的产品暴利，以至于产生反感和排斥，致使乐圣将不再是最受发烧友信赖的品牌。被告的不正当竞争行为，造成了乐圣公司生产销售系统陷入全面的瘫痪，严重的损害了乐圣公司的经济利益和品牌形象，必须依法承担侵害责任。审判长，我请求法庭准许我方证人出庭作证。准许，请证人赵丽静入庭。我叫赵丽静，是村里的教师。我对村里的生产情况并不是太了解，我只能证明那份格律师公司预备股东扩大会议的会议记录是我写的。当时他们会上说了什么，我就记得什么，而且他们在会的所有人都在会议记录上还签了字儿的。为什么要做这个记录？这我不知道。我想丁哥哥的意思可能是留个凭证，证明大家都同意他在会上提的那个干法。避免以后有人埋怨，这事后埋怨这事儿在农村也不稀罕。欧阳让俺几个来北京当证人，让俺告诉法院，俺个格律师公司到底啥关系？俺想来想去，也不知道咋说。你说没关系吧？那公司借俺钱买设备、买生产材料。你说有关系吧？俺个公司就没搭过边儿。公司这个包装户签合同。包装户才跟俺签合同，然后俺再给大毛户签合同，然后俺从那包装户那儿拿订单定金，自己买板子下料，然后再买个大毛户，大毛户把腻子打磨好了，就卖给漆面加工户，漆面加工户把泡纹好了，再卖给包装户，就是一道一道工序卖下去，全都是现金交易。公司给你们开多少工资？没人给俺开工资啊，俺挣的都是利润钱，干不好还赔了。抗议，原告律师在诱导证人。抗议有效，请原告律师注意。我收回刚才的问题。他们几个把该说的都说了，我也不知道该说啥好了。反正再说还是那些，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凭良心说。俺王庙村的人呢，都是不想让公司输这场官司，人家公司也是扶贫呐。要是公司输了官司，俺农户没了订单，那俺借那一屁股债可咋还呢？那人总得讲点良心吧，俺也不想坑公司。公司不管你们，谁来控制成本质量，
谁来监督劳动效率？那还监督个啥？又不是给人家打工，那都是自己的生意。你想偷懒，想浪费，你随便。那一道一道的工序都是连本带利的现金交易啊，出了问题都算我的手里头了，要赔都是连本带利的赔啊，那管人家啥事儿嘞？谁也不愿意去做到冤大头，不是？你们知道不知道，你们的那种生产方式违反了劳动法、环境保护法和禁止使用童工的规定，是违法行为。你们很苦，包括你们的老人和孩子，你们有权要求自己的合法权益，有权获得劳动报酬。你们不是谁的奴隶。咦，你是咋说话了？你这是？农民种地算不算生产？啊，农村哪个孩子没到地里干过活？我咋从来没见有人管过来？那都不叫使用童工了。都别说那好听嘞，俺村儿是贫困县里头的贫困村，到现在能有活干的不错了啊。城里咋了？到城里都成了城里人了，那城里还不得脏活累活照样干，到时候还不给工钱，还不如俺现在这样嘞。俺都信丁哥说那句话，别把自己太当人了，要吃人家吃不了的苦，受人家受不了的罪，做人家做不了的成本和质量。除了这，那说啥都是假嘞。你们只接受格力士公司的订单，还是其他订单都接受？如果粤盛公司和其他公司也向你们订购箱体，你们能够接受吗？俺巴不得嘞，只要俺能做嘞，俺都接，越多越好。一开始丁哥就讲这个道理，俺也是为了将来能多接活才这样拼命嘞，要不然俺图个啥？我没问题了，请证人退庭。诉讼双方除了现有的证据，还有没有新的证据？审判长，我有问题需要向对方的当事人欧阳雪提问。准许。欧阳小姐，格力士公司在你进入前的酝酿阶段就已经确定了扶贫的性质，包括已经确定了的生产方式和经营方式。用你的话来表达，就是大哥操持这事儿。你作为格力士公司51%股份的控股股东，一不懂技术，二不懂管理，三没有时间。请问，你后来是通过什么方式履行了董事长的职责？公司有大事儿，我会去找大哥帮我拿个主意，就是丁元英。股东和农户不可能违抗命令，因为是他们请大哥帮忙的，是他们给了丁元英命令的权利。包括我，你请人家帮忙就得听人家的，不然就别请。我感觉公司和农户在大哥手里是一盘棋，他既要考虑农户的前途，也要考虑公司的前途。农户如果只是打工的，就没有长远前途，也就没有做一番事业、靠市场生存的积极性。公司的产品如果完全被农户控制，那么公司就不安全。公司必须得保持一种靠市场也能订购配件的选择。丁元英让公司和农户既从产权上独立，又在市场上联系，不然只会越扶越贫，最后还得把公司给搭进去。我说完了。我们的农民兄弟缺乏对复杂事物核心规律的判断及自我维权意识，我们可以理解，也感到很痛心。格力士公司其实是以市场的方式达到行政管理的目的，因为农户没有选择，本质上还是隶属关系。市场经济的依存关系不等于资产权利的隶属关系。如果对方律师认为两者属性等同，请你拿出法律依据。扶贫不是给予，不是慈善，是向农民输入一种市场经济的生存观念，建立市场经济生存的方式。丁元英先生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才从产权的根本上让农户独立。王庙村穷是客观条件。过去几十年书写式的扶贫，为什么越扶越贫？就是农民在等救世主。丁先生用产权独立的方式告诉农户，从来就没有救世主。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只能靠农民自己。转变了观念的农民，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这正是我们党一贯倡导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反对，过去是给党干，现在是给自己干。
反对，审判长。我认为原告代理律师不可以把党的利益与贫困农民的利益相对立。反对有效。法庭提请原告代理律师注意你的言辞。对不起，口误，我刚才那句话收回。原告律师出于推定格律师公司不正当竞争的需要而无视事实，主观认定公司与农户是隶属关系，已经背离了以事实为根据的法律原则。如果原告认为王庙村个体工商户的生产方式构成了不正当竞争，第一，要拿出法律依据；第二，要明确起诉对象。审判长，在 Hi-Fi 音响市场，乐盛是为数不多的能与洋货抗衡的民族品牌，就这么被同胞兄弟从背后捅了一刀。格律诗事件并不在于它自身有多少能量，而在于它引爆了能量，在于它修改了竞争规则。一旦这种行为被法律和社会默许，那就无疑向社会传递了一个信息：我可以这样竞争。各行各业，凡是适合这种生产方式的产品，都会卷入这种恶性竞争。我们看到的将是这样一幅画面：一边是洋人对中国的产品实施反倾销，一边是国人在自己的窝里恶斗。反对，这是用泛民族主义取代法律。法庭现在是依据法律对本案进行庭审，而不是用本案去评判法律。够了。林宇峰沉静地开着车，脑子里还萦绕着庭审的场面，心里有一种解脱的轻松感。全体起立。经本院审理，深圳乐盛音响有限公司提出的诉讼请求，因缺乏相应的事实和证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判决如下：驳回深圳乐盛音响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乐盛公司的林云峰先生求见。你们几个把这几件事再好好议议，我去处理点事情啊。好。就是这位。你好。你好，林宇峰，请吧。啊，林先生，好，请坐吧。谢谢。想必韩先生知道我的来意啊。林先生是音响界的知名人物，袁英是我的朋友。你们的官司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林先生来，应该是和袁英有关系的事儿。我想去古城和丁先生当面谈一谈，把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做个了结。但是，我不知道丁先生在古城的地址。这是袁英在古城的电话和地址。为什么告诉我？林先生是有身份的人，这是我对你最起码的尊重。如果你要是觉着我不会告诉你，你就不来了。你不担心吗？
我不告诉你，你就找不到他了吗？我告不告诉你都不影响我对这位朋友负责，除非我不存在了。你可以打电话通知丁先生，我这就去古城找他。袁英是个明白人，应该知道这件事情，你早晚会去找他说道说道。我现在要是通知他，无非是让他有个应对，这样对你对他都不够尊重，还是保持他的本来面目比较好。那我就告辞了，谢谢。如果不介意，韩先生能不能解释一下你那辆宝马汽车的事情？啊，当然，你可以不解释。那是我和袁英打赌输给他的车，朋友间的一点谈资。至于说打的什么赌，那得等我不做正天总裁的时候才能抖了。悦盛公司，林宇峰。林先生，请进。
怕死吗？岂止是怕死，生老病死。坐回去，再喝最后一杯茶，全当我给你喝醒醒酒。此时此刻，面对这样一个一脸憔悴的男人，林以峰从心里再一次感叹杀富济贫设计的精致。看似平庸而大智若愚的招数，在不知不觉里融为一个期望的结果。这需要多么严谨的思维和繁杂事物的精确判断。他不得不承认，自己确实棋差一招。